那很多小兄弟都问我有没有一个法师呢，好上手又不花里胡哨，再加上有爆炸伤害的。那答案只有一个，这个英雄拥有超流畅的技能柱，一套谁都能秒，一招能够秒掉脆皮一招哦。而且最近呢，他重造之余呢，还改强了，再度改强。这一把我们做到最高输出 MVP 11杀，随便一扔个一技能，对面那克罗斯就被收掉了。到底是谁？而且该怎么玩呢？好好享受吧。这里看到对面那克罗斯2技能控制一个1技能，把他直接超夸张，直接秒掉。2技能环速对面的这个艾瑞，一个1技能把对面的吉鲁卡收掉，再一个大招把对面做到一个 double kill。这里看到这个纳克小兄弟2技能控制，直接把你这个人头残血收掉，2技能1技能都不用缴，把对面安格烈马上收掉。这个是坦克超坦啊，2技能1技能再加上个大招，马上把这个艾瑞直接满血秒掉，超厉害这个英雄。那我教大家呢不用学费，可是呢请在下方现在点个赞哦，大家，你的小小的点赞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对，就是你哦，小兄弟。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Hi everyone， 我是 Matt Team 的我，这次带来的是纳塔雅重做再加强的一个实战解说。那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话呢，请先订阅，要不然的话呢，就失去一个叫你上 S 的方法。那如果你喜欢或者是玩过中路的话呢，请在下方点个赞。那如果你是喜欢其他路或者其他英雄的话，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喜欢什么路，玩什么英雄，我尽量会出那个英雄的实战解说来给你看。那不得不说，纳塔雅呢这次的重做，然后再加强呢，让他整个英雄的手感啊，之前没有说到很不好，可是呢，总是觉得有点卡卡的，而且呢，就感觉纳塔雅怎么就不能够像以前一样能够上得到职业赛场呢？他的那个伤害克里希都可以了，这一次完全就不同说法了。这个英雄，这里一技能消耗对面的这个汉亚还有艾瑞，打野对面过来 gank， 这墙壁不知道是没有加厚，没所谓，再把对面的这个汉亚的人头收掉。那我们打野这时候没有赶过来，那没所谓啊。刚刚值得注意的是呢，对到这个对面艾瑞呢，尽量呢各位小兄弟可以不要撵着他来打，要不然像我们刚刚的这位。上路这个小青小兄弟，如果黏着他来打的话，他就会一直回这个血量，然后要不然的话，刚刚直接把它消耗掉了，就不用那么多麻烦了。没所谓，这里看到呢，上路又集结了一个2技能还速，1技能把对面那克罗斯直接收掉。那这个版本的手感真的很好哦，这个延迟就是可能就会有点像以前我们玩那个纳克罗斯一样。他以前呢会有点卡卡的有一版，然后呢把它更正修过来之后，维修过之后马上就变得顺的超顺的。那这一版的这个纳塔雅呢，哇，感觉上真的有点像新英雄的那个流畅度了。因为有很多老英雄，可能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怎么玩起来就卡卡的新英雄玩起来就很顺接招什么的佛罗伦滑来滑去。老英雄呢，要使用技能之前好像还要停一下然后那个后摇前摇都还蛮严重的，有时候可能。那我们这一版的这个纳塔雅，完全不一样，2技能还速，1技能消耗，大招下去把对面的这个纳克罗斯直接消耗掉。那而且呢，感觉上他的技能组是比较容易的去命中，也比较酷炫了。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感觉上，真的有一种让纳塔雅感觉就没有以前那种的能说土气吗？又不是土气，就是有点旧了的感觉这里呢，我们的小兄弟呢这个兰多呢被这个击杀，我们在中路呢。不要清理兵线，这里不要往前一点点都不要往前一点点，对面可能人头消那么多呢，直接把人我们就收掉了。看这里，对面人那么多英雄蹲在这个草丛。那出装方面呢，我们出个这个，这里先看这一波，这个安格烈一直在砍
那其实对到他的话呢，也是蛮难对的，在现在这个版本之中，没有多少个英雄会能够对得好。这里对面想抢我们的这个蓝 buff， 直接我们的把这蓝 buff 收掉。那打成残血之后呢，我们的蓝多小兄弟把他人头收掉。出装方面呢，我们出鞋子呢，出一个这个银流之靴，可能一个小兄弟会想出一个这个魔穿的鞋子。那可是呢，娜塔雅的这个 CD 对他来说就是冷却，对他来说呢越短越好，真的。他大招的话呢，如果你大招还在冷却，你1、2技能就算好了的话，做不了一个3招的 combo 的话，对于娜塔雅来说还是蛮亏的一件事情。因为有时候可能哇2技能完美控制，1技能又消耗了，就是没有大招，那没有所谓。这里呢，出个冷却鞋就行了啊，出个冷却鞋就行了。那我们呢，在出这个装备方面呢，一开始呢，你尽量呢先把这个小环球出了。那塔雅这个英雄是很耗蓝的，有些英雄窝就不出小环球的，比方说拉兹的话，那当然可以出，增加自己的这个容错率。那像那塔雅这种英雄呢，就尽量都出了，因为那个蓝耗呢有点高啊，而且呢通常都不会有蓝的一个状态。这里看到对面想要去收我们，马上的这小兄弟这个吃这个补炮吃那么及时啊，那我们呢先做小环球，然后呢把鞋子合上去，再合这个大法球，这种的玩法就不会脱妆。大法球对于娜塔雅来说还是蛮好的，对于娜塔雅来说，因为它有冷却，第一这个冷却对于娜塔雅来说不错，而且如果玩到后期的话呢，就这个装备的 CP 值会很高。当然有些英雄呢就不需要出这个大法球，可是娜塔雅来说，他出大法球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这里呢，我们看到对面上路，一个2技能环速，1技能先打这个西路卡，再把对面的艾瑞收掉，做到我们1换4。那刚刚可以注意的是呢，环速掉的是艾瑞，可是我们因为技能不够长，打这个对面的这个西路卡，那没所谓。我们1技能的时候，如果觉得这个技能足够长的话，先打西路卡，先把这个对面这个输出呢击杀。那在这个出装的方面呢如果以后这个娜塔雅更新，或者现在这个版本的娜塔雅也好，我也是建议呢，先如果做了大法球之后呢，要马上做这个法穿，2技能控制，1技能秒了，这个伤害哇也太夸张了，前期而已。这个我觉得娜塔雅这个英雄可能在他真的重返这个正式服的时候，会很多人去选。有时候英雄呢不一定是说他的这个这里再看一波，哇，又把这个安格列收掉这个想解说一下其他东西就都有点难那么多的这个秀的这个机会使用的娜塔雅。那刚刚说到的，其实很多英雄呢不是因为他这个技能组的这个伤害什么的，有时候是因为他的这个手感，有时候手感真的不好，这个英雄可能就真的没多少人会用。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这里又看一波大招马上下去，你看到对到这个纳克罗斯有一个如果你是用娜塔雅的话，或者是一些站桩型的法师，看准他开大招的时间点，你跟着开大招就是我们开大招要停顿的那种法师，直接就往他的这个整个英雄直接打，那他即便有这个恶魔觉醒的免伤什么也好，我们的大招打上去还是超痛的，刚刚就直接把他秒了。这就是对那克罗斯这个小兄弟，这安格列这个免死的状态，我们多少的伤害他都免掉，那还是难逃我们的那么多小兄弟一起把他人头收掉。那塔雅这个英雄呢，我真的觉得刚刚说的有些英雄就是说手感嘛，如果手感不好的话，比方说那克罗斯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一版手感就是有点不好，那就真的没有多少人会觉得
他还是把 T0的存在什么鬼神般的打野，当然还是很厉害。那可是就是感觉就差了一点啊，就差了一点。那我们这里呢，纳塔亚这个手感好了那么多之后，感觉真的有机会职业赛场，如果真的需要一个站桩型法师，而很多英雄又被 ban 又或者不会的话，又这个英雄其实也会很有机会再出场，因为这个感觉上现在这个英雄，他2技能虽然不是一个音控，那可是他整个技能组是蛮好的，现在把对面安格烈这样就秒掉，他伤害是很高的，而且呢他的这个大招是克里希，虽然这个伤害很高，可是我们的这个纳塔亚如果蹲草丛的话，对面真的很怕你这里直接把对面团灭了一波。看到这个纳塔亚，真的觉得哇好厉害，跟在正师服玩的完全不一样。出装方面，我们再出一个这个巫妖皇冠，最大化我们的这个魔法伤害。那这里其实可以做一波啦。那小兄弟2个就在一个拿龙不太用了，拿龙这种东西，而且是小龙的话就不太用了。刚如果直接4个压进去就可以了。那没所谓，我们看到这个安格烈小兄弟血量不太健康的状况之下呢，还是可以在这个凯撒区先蹲一蹲，因为对面可能会猜我们要来做这个凯撒。那如果他猜我们来做凯撒的话，那就也是蛮好办的一件事啦。他猜我们来做凯撒，就蹲他一蹲，就把对面呢反打一波。那这里看到这个红区有季节2技能还术一技能又收一个，哇，这个安格烈年到就是有点麻烦，没所谓，大招打上去，然后呢，哇，他这个真的有点多的免伤这个没所谓，还是把他人头直接收掉，这个手感真的很顺真的很滑溜的一个手感。打对面的这些，比方说安格烈英雄，你不会感觉到卡卡的。他这个花里胡哨，我们还是卡卡的，不会有这种状况。那这里小兄弟做凯撒也不用其实真的可以又一波了。这个做凯撒又是有点过多的一个选择。那在出装方面呢，我们出了巫妖皇冠之后呢，就出一个这个影双宝珠。影双宝珠这个装备，在这个时代也是蛮必须的。如果我们要比方说做一波的话，就可以打冲一点这里剩下下路外塔，其实可以做3路高地的，剩下路高地，那其实是可以做3路高地，那可是有点不需要。这里看到对面汉牙在这个地方，马上点他，告诉大家小兄弟过去杀这个汉牙。他这个地方有点太过深入了，把他人都收掉之后呢，那我们的兰多也掉了这个人头。这里等待兵线的到来，一个技能可以探草丛，大家也可以其实要知道是。有时候技能组，如果你 CD 很短的，可以来探草丛、拉兹什么的，我们都会这样。这里直接大招，这个爽的，真的好用。这个纳塔亚这个英雄，我相信很多小兄弟会很喜欢这个英雄，可惜就是可能会碍于这个英雄就是蛮不强的，在这个正式服可能会感觉大家在下一个版本就不同说法了，一更新纳塔亚不同说法了。这里直接把这兵线中路兵线的直接整理带兵线，很多小兄弟拆下路这个外塔高地不用了，这里把对面西路卡再收掉，这里需要死一杀了直接的打这个对面主堡赢得这场胜利，还有最高输出 MVP。感谢大家收看，我是白天的我，喜欢影片的话呢，不要忘了订阅、点赞和分享，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